官方已经判了无责，央媒评了法律不能和稀泥，可结果呢？好心扶助老人的店主还是自掏腰包19000，因为不给家属就抬尸堵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26号。这钱拿着不烫手吗？老人自身疾病去世，店家好心帮扶，警方都认定无责了，家属张嘴就要10万，不给就抬尸堵门，最后好人掏钱买清净。法律说无责，现实让赔钱，这就是做好事的代价吗？一起来看看怎么回事，请看视频。一个做好事的人，法律都说他没错，却要花钱才能买平安；一个拿自家老人尸首去讹诈的人，钱到手还能全身而退，这是什么道理？如果这件事儿以这样是非不分的方式了结，那人心还扶得起来吗？大伙儿最近应该都刷到这个事儿。8月17号，湖南祁东一位老人身体不适，走进一家棋牌馆去歇脚，不到1分钟就晕倒了。店主肖爱华二话不说上前帮扶，还以腿缓冲老人的撞击，又把他移到店外去通风，拨打120，全程陪护。遗憾的是，老人家因为自身严重的基础疾病，最终还是离世了。从进店到离世，店家跟老人没有任何冲突，店里面也没有任何的安全隐患。可老人家属一来，不是感恩道谢，张口就是索赔10万元，理由是质疑店主救助不当。更过分的是，家属还扬言不赔钱就把老人家遗体放你店门口。如果不赔钱，他说把那个尸体弄到我那个门面去。官方调取了监控，司法所还查了所有的病历，结论清清楚楚，店家没有过错，不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可是结果呢？双方在派出所先后协商了2次，赔偿金额从10万砍到了19000，店主最终转账，备注上写着人道主义补偿款。为什么不较真儿？为什么好人还得掏钱？店主儿子说了实话，母亲也就是伸手扶老人的那位花裙子阿姨，因为这事儿被逼的是头晕失眠，吃不下饭，如今已经到医院打吊瓶了。父亲实在耗不起，说拿钱吧，息事宁人，花钱买清净。这事儿大伙儿看的是心酸又愤怒。评论区里有人说日行一善，赔上2万，这成本也太高。还有人说官方认定无过错，钱还是照样赔，那这19000不就是给善良定的价吗？更有人担心以后店铺门口是不是要贴上一张身体不适禁止入内？最戳心的还是这句话，善良终究还是付出了代价。好消息是，现在事态有了进展，官方的态度明显是在纠偏。祁东县司法局已经正式介入调查，并明确提出老人家属需要全额返还店主支付的19000元补偿款。当地一家企业也给店主送上了2万元的慰问金。店主一家表示，虽然经历风波，但以后遇到需要帮助的人还是会站出来。但这件事情，霞霞认为绝不能到此为止，钱要退，咱们法理也得讲清楚。无过错即无赔偿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从整件事件描述来看，过程当中店家不存在任何的过错，法律上找不到支持索赔的条款。央视网也发表锐评，说在鼓励助人为乐这件事上，法律边界不能被人道主义4个字给模糊，有责依法担责，无责你就理直气壮，保护善意，法律不能和稀泥。公众愤怒的其实不止这一笔转账，而是花钱息事宁人成为了一种处理纠纷的惯性。那么执法者没有原则的调解，究竟是社会进步还是法律退步？调解成功就等于处理正确吗？啥事儿都用各退一步的方式让没有过错的人出钱受委屈，本质上就是在变相鼓励闹者得利呀！这是典型的法律无责、现实承压的无奈困境。普通商户根本耗不起这样漫长的纠纷、无休止的纠缠，而这样的无奈最需要的，它不就是法律的撑腰和执法者的助力吗？而在这件事情当中，当地的执法人员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索赔10万有依据吗？扬言抬尸堵店的行为不违法吗？两高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明确规定，敲诈勒索数额较大的标准是2000到5000元以上，而敲诈勒索构成要件是4个：第一，非法占有为目的；第二，实施威胁要挟手段；第三，使被害人产生恐惧；第四，基于恐惧交付财物。这4条当中，后3条客观条件是稳符合的。至于第1条，非法占有为目的，实话讲，主观感受还需各位法律界人士具体分析。那么为什么讹诈者是层出不穷？因为零成本、零风险、零惩罚呀。讹成了拿钱，讹失败了大不了道个歉，啥损失都没有。这种超低试错成本的现状，本质上就是在鼓励讹诈。反正没风险，为啥不试试？每一次好人吃亏被轻轻放下，都是在告诉我们，善良有风险，冷漠最安全。不敢服是病，而治这个病，这是药方无外乎就2样，一个是让讹诈者付出代价，二是让行善之人没有后顾之忧。今天我们为这件事情异常愤怒，不是
是因为认识店主，是因为我们害怕有一天自个儿的家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伸过来的那只手会在半空当中缩回去。少数人的恶终究要接受舆论的评说和审判。最新消息是这样的，罗永浩都看不下去了，公开提出和朋友向索赔的店主捐助10万元，并且认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让做好事的人感到寒心。与此同时，当地企业也向店主送去了2万元的慰问金。目前没有看到确切的报道说家属返还了 1.9 万等等相关的转账证明。最后，我认为这不是又一个简单的老人讹人的故事。如果把它讲成是坏家属讹好人，其实反而把真正的问题讲浅了。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当一个人已经被认定没有责任，却仍然要通过支付 1.9 万元来结束纠纷时，社会真正缺少的不是劝大家行善的道德教育，而是一套让无责行善者能够安全退出纠纷的制度。所以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数字可能不是10万，也不是 1.9 万，而是0。因为如果事实、监控和法律最终都证明店主没有责任，那么一个理想的法治结果应该是责任是0，赔偿就是0。如果最后 1.9 万真的全额返还，至少说明社会纠错机制开始发挥作用。但如果以后类似的事情仍然反复出现，那么公众真正失去的就不是 1.9 万，而是对做好事不会吃亏的基本信任。然而，截止2026年8月26日，我认为目前最需要继续盯住的就是这 1.9 万到底有没有真正到账，以及当地是否会对为什么无责却形成赔付给出正式完整的解释。大家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点赞、评论、订阅，谢谢大家。